今天我们来聊聊你的手机前置摄像头，它会不会正在偷偷监视着你？听起来有点像阴谋论，但事实可能比你想的更离谱。许多人使用笔记型电脑时会贴胶带遮住摄像头，连某些科技大佬和政府官员都这么做。可是我们每天盯着的手机萤幕上方那颗小小的前置摄像头，却很少有人去理会。它每天对着你的脸，不管你在上网、聊天还是发呆，它都静静看着你。如果有不肖之徒入侵了它，你的隐私生活是不是等于对着全世界直播？这并非危言耸听。早在智慧型手机普及之前，就有骇客远端控制个人摄影机进行偷拍勒索的案例。2013年，美国就有一位少女的笔记型电脑网络摄影机被黑客入侵长达数月，她在卧室中的私生活片段遭偷拍录下，成了不法之徒勒索她的筹码。类似的悲剧发人深省，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镜头一旦落入别人控制，后果何其严重。到了智慧手机时代，这类技术更加无孔不入。曾有台湾大学生在社交平台被人引诱所谓裸聊，结果对方骇入他的手机前置摄像头，偷偷录下不雅影片，随后以曝光影片相要挟，索要高额比特币赎金。试想，这些原本只会在电影里出现的桥段，如今却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这样的隐私噩梦，谁能保证永远不会降临在自己头上呢？更何况手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它跟着我们进卧室、上厕所，那些传统摄像头难以窥探的私密角落，现在却可能因为手机的存在而对外敞开。现实中，大多数人其实对此早有焦虑。某项调查显示，超过80%的智慧型手机用户担心 App 滥用摄像头、麦克风等敏感权限来侵犯隐私，但又无奈离不开这些软体，只能勉强接受风险。先别觉得害怕，让我们一步步拆解这个问题，看看手机前置镜头到底能不能偷窥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假设你的手机摄像头此刻正被一个黑客掌控着，那么你一天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模样呢？清晨6点，你还在睡梦中，手机闹钟准时响起，你迷迷糊糊拿起手机关闹钟的瞬间，前置摄像头啪地偷偷拍下一张你睡眼惺忪的脸。黑客此时可能坐在地球另一端的电脑前，看着你刚睡醒的狼狈样，露出恶作剧般的微笑。接着你走进浴室开始洗漱，根本没注意到手机就放在梳妆台上对着你。没错，它正在录下你刷牙、洗脸甚至换衣服的画面。如果你习惯一边洗澡一边放音乐，那手机很可能摆在浴室架子上，此时你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黑客眼前。吃早餐时，你一边滑手机看新闻，殊不知摄像头也在看着你。餐桌上摆的是什么？你与家人聊了什么？透过你的表情和嘴型都可能被窥探。出了门，你拿着手机等公交，黑客透过镜头看到你身后的街景，猜出了你大概所在的城市和区域。上班途中，你低头回复同事讯息时，前置摄像头仍在工作，它甚至记录下你解锁手机时输入密码时指尖的细微动作。如果黑客技术够高明，或许能从这些画面中推测你的解锁手势。上午10点，你在会议室开早会，手机就放在桌上，镜头正对着你和周围同事。黑客此刻仿佛透过你的手机当起了间谍。会议室的机密 PPT 内容虽然他看不到，毕竟摄像头朝向你，但你们的神情举止，谁说了什么话，他却能从你的反应与口型推断一二。更过分的是，如果他同时打开了你的麦克风，那整场会议就等于直播给了他。一天的忙碌结束，你晚上在客厅沙发上追剧放松，黑客透过前置摄影头欣赏着你的笑容与泪水，仿佛近在咫尺的陪着你一起看剧。想到这里，是不是不寒而栗？夜深了，你上床准备睡觉，你把手机插上充电线，随手放在枕边。不幸的是，镜头正好对着床的方向。当你陷入梦乡时，黑客或其控制的软体可能每隔10分钟就启动一次摄影头，给熟睡的你来几张特写。你的鼾声、翻身甚至梦话都可能被一一记录。第二天，你浑然不觉地开始新的一天，而远方的不法之徒已经在你的私生活剪辑出了精彩片段，只等时机成熟拿来威胁敲诈或者兜售给暗网买家。
以上这一幕幕听起来像是恐怖电影的情节，却是技术上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在你我全神贯注于日常琐事的时候，一枚不起眼的手机摄像头却可能在悄悄记录我们的人生点滴。现在你大概更能体会为什么我们要讨论手机前置摄像头是否在偷窥这个问题了吧？自从智慧型手机有了前置摄像头，自拍、视讯通话变得非常方便。从最早的功能手机到现在，人们早已习惯了用前镜头自拍、开会、直播。可是随着前置镜头画素越做越高，功能越来越强，它潜在的风险也在增加。就像一扇窗带来了光亮，也可能成为别人窥探你的洞口。尤其是前置镜头，因为直接对着我们，一旦被滥用，泄露的隐私更为直接。后置摄像头偷拍到的可能只是我们身边的场景，而前置摄像头捕捉的却是我们的面容、表情乃至生活细节。更何况后置主摄如果突然运作，还有镜头声响或闪光灯容易被察觉，前置镜头在黑暗中也能无声无息的拍摄，更具隐蔽性。你可能会问，手机摄像头不是只有在我打开相机 App 或进行视讯时才会工作吗？正常情况下确实如此，手机作业系统都规定 App 要使用摄像头必须得到你的授权。同时，萤幕上通常也会显示取景画面，让你知道摄像头正在运作。然而，天下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也没有绝对守规矩的 App。如果有些应用程式钻了漏洞，打破了规则，那么前置摄像头完全可能在你毫不知情时开启，对准的正是你的脸。现实中的确发生过 App 未经许可偷用摄像头的事件。2018年，一位使用 Vivo Nex 升降式前置镜头手机的用户就发现一件奇怪的事。他用手机 QQ 浏览器打开某些网页时，埋在手机顶部的前置摄像头竟然自己冒出来，像一只小眼睛鬼鬼祟祟看了他一眼。要知道 Vivo Nex 的前镜头平时是藏在机身里的，只有启用时才会升起。这一下突然的冒头，吓得用户心里一紧，难道浏览器 App 在背后偷偷打开了我的摄像头？他是在偷拍吗？这件事迅速引起了网络热议，因为对于没有升降镜头的普通手机，用户根本无法发现有 App 在背景开启了摄像头。目前一些新机型甚至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连镜头孔都隐藏起来，更让人难以察觉摄像头的存在与否。而 Vivo Nex 就像个流氓软体侦测仪，把 QQ 浏览器的一举一动都暴露了出来。腾讯公司随后回应此事，承认 QQ 浏览器的确有调用摄像头的动作，但辩称并没有真正打开摄像头拍摄，更没有录制任何画面，只是某些网页功能触发了前置摄像头模组的升降。这解释是否属实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换作一般手机 QQ 浏览器，这样的举动将完全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而不被察觉。这起事件也让人大开眼界，原来有些 App 真的会在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暗中调用我们的摄像头。其实被发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近年来相关的案例和传闻并不少见。国家有关部门定期抽查 App 的权限滥用情况，每年都会公布一批问题 App 名单，其中不乏偷偷开启摄像头、麦克风、读取通讯录等越权行为的应用。一些平台上的小工具或游戏看起来不起眼，背地里却可能做着间谍软体的勾当。比方说，早年 Android 系统没有内建手电筒功能，一度出现许多第三方手电筒 App， 其中不少都属于流氓软体。他们明明只需要打开 LED 闪光灯，却要求一长串与照明无关的权限，读取联络人、定位，甚至摄影机存取等。许多用户稀里糊涂地点了允许，结果自己的手机变成被监视的对象。曾经有一款手电筒 App 被数百万人下载使用，后来安全机构发现它暗中将用户的位置信息和设备 ID 上传给广告商。更甚者，那些拿到摄影头权限的恶意 App， 随时可以在背后打开你的镜头偷偷拍照。诸如此类的事件告诉我们，在 App 安装和授权的那一刻，我们就决定了自己的摄像头会不会被别人远端控制。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我的手机摄像头真在背后偷拍，我能察觉到吗？有时候是有迹可循的。常见的一些异常迹象包括
相簿出现莫名照片，若手机相簿里突然多出一些你从未拍摄的照片，而且一看就是前置镜头的视角，例如你睡着时的照片，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有不明 App 在背后控制摄影头偷偷抓拍。机身局部异常发热，如果前镜头附近的屏幕区域摸起来比平时烫手，而此时你并没有在使用相机功能，就可能是有程式在背景长时间启动了摄影头，你的手机仿佛变成别人的监控摄影机，才会导致模组发热。闪光灯无故亮起，有些木马会悄悄调用后置摄像头。若你发现手机闪光灯在未操作时突然亮起，务必提高警惕，因为很可能是恶意程式在暗中拍照。流量使用异常，留意手机行动，数据流量是否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激增。假如你发现某段时间流量消耗远超平时，这意味着 App 可能正在偷偷上传照片或影片。当然，一些高阶间谍软体会等连上 Wi-Fi 再传输，以逃避你的察觉，但流量莫名暴增绝对是红色警报。当然，以上迹象也可能由其他原因导致，但都值得我们提高警觉。就算没有明显的异常迹象，也不代表高枕无忧。有些高阶间谍软体非常隐蔽，专为长期潜伏而设计，不会轻易留下痕迹。他们可能每隔几分钟才启动摄影头，拍摄一张照片，录几秒影片，或者干脆只开启麦克风录音。摄像头偶尔开一下，为了捕捉环境画面。这种隐匿方式很难被察觉，特别是针对高价值目标的间谍软体，甚至能关闭手机拍照时的快门声、录影指示灯。如果有的话，让受害者完全蒙在鼓里。曾有安全专家透露，一些先进的恶意程式可以绕过 iPhone 的安全机制，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而不会在荧幕上显示任何录制提示。这类软体通常由商业间谍公司打造，卖给政府或情报机构，用于监视特定人士。听起来很像电影情节，但飞入寻常百姓家也不是没有可能。假如这些技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大规模监控一般人，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聊了这么多恶意软体和黑客入侵，还有一种偷拍形式值得警惕，那就是某些合法 App 和装置制造商对隐私边界的试探。举个例子，现在不少手机有所谓智慧功能，比如侦测用户是否正在看萤幕，以决定是否自动熄屏。这功能表面上很贴心，但你想过没有，它意味着前置摄像头要周期性的扫描你的脸，确认你的注视。换言之，当你阅读手机时，摄像头其实一直在看着你。如果你介意，可以在设定里关闭这类智慧熄屏或注意力感知功能。又如，有些手机具备在你盯着萤幕时降低提示音量，不看萤幕时隐藏通知内容的特性，背后也是利用前镜头感测你的目光。我们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也要考虑隐私的代价。上述这类系统级的摄像头调用，官方宣称数据不会上传，仅在本地运算，但万一被人利用或漏洞遭攻击，仍可能变成你的隐私风险。再看看大型科技公司，哪一家手里没有收集用户影像和数据的野心？社群媒体巨头曾被曝光拥有一项专利，要通过手机或电脑的摄像头来分析用户的表情，以判断你对荧幕上内容的情绪反应，进而推送更投你所好的资讯或广告。这些点子也许还没真正实装到产品里，但技术上并非天方夜谭。如果我们对软体授权一无所知，稀里糊涂点了同意，或许哪天真有人在远方透过你的相机判读你的喜怒哀乐。想象一下，你刷到一则广告，皱了皱眉头，结果手机把这表情上报云端，广告商赶紧换一批别的内容给你。这种未经同意的监视和操控，难道不可怕吗？另外，许多人还有过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我跟朋友聊到某个商品，随后手机上就开始出现相关的广告？难道真有 App 在背后偷听？大公司虽然矢口否认麦克风监听行为，但如此巧合屡见不鲜，让人不得不防。因此，麦克风权限的管理也和摄像头同等重要。在后面的防范对策中，我们也会提到关闭麦克风存取的技巧。说了这么多，难免让人有些不寒而栗。难道我们只能提心吊胆，任由摄像头成为他人的窥视孔？当然不是。以下是几项务实的建议，
帮助你最大程度保护自己的手机摄像头隐私。管理 App 权限，谨慎授予摄像头使用权。安装新 App 时，不要图方便，一律点击允许所有权限。想一想，一个记账程式凭什么要用你的摄像头？一个益智游戏为何需要录音权限？对于明显多余的权限请求，一定要选择拒绝。如果某 App 的核心功能确实需要相机，例如社交软体需要拍照、上传头像，你也可以在权限管理中设定为仅使用 App 期间允许，或每次启用时询问。总之，把摄像头的钥匙尽量只交给值得信任的软体，定期检查手机隐私设定中有哪些 App 获得了摄像头权限，对可有可无的赶紧关掉。从官方应用商店下载 AP， 不要轻易从第三方下载来路不明的 APK 或应用程式。官方的 Google Play 商店和 Apple App Store 虽非100%纯净，但已经有比较严格的审核机制，至少能滤掉绝大多数恶意软体。你在非官方商店下载所谓破解版、修改版 App 时，可要想清楚，它们很可能被植入了后门。近年甚至发生过恶意软体潜伏在 App Store 的案例。一款隐藏在看似正常 App 中的间谍软体，曾同时出现在 iOS 和 Android 平台，用来偷窃用户相簿照片。因此，千万别掉以轻心，一定要减少从不信任来源安装 App 的行为，保持设备和应用更新。前面提到的那些漏洞，多半在事后被修补了。但如果你的手机还停留在几年前的旧系统，或者你的某个 App 长期不更新，那等于给了黑客可乘之机。养成良好习惯，经常检查系统更新和应用更新，尤其是涉及安全的 App， 如手机杀毒、防火墙、银行应用，更要保持最新版本。每次更新背后，可能都有我们不知道的安全加强。安装权威的安全防护软体，在手机上安装一款知名厂商的安全 App 或防毒软体，它可以及时扫描并拦截已知的间谍软体，并提供实时防护。一些安全软体还会提醒你哪些 App 正在使用摄像头、麦克风，甚至可以提供应用行为的报告，帮助你发现异常情况。当然，安全软体本身也要选择可靠来源，避免下载到假冒的清理大师，结果自身是木马。实体遮罩，物理防护。最后一招朴素但有效的方法，直接遮住你的摄像头。如果你真的担心某些时刻被偷拍，可以考虑给手机前镜头贴上一张不透明的小贴纸，或者使用那种可以滑动开合的网络摄影机盖。市面上有适合手机的小型镜头盖，可以粘附在前置镜头上，需要自拍时滑开，不用时盖上。这招就算间谍软体再厉害，也只能拍到一片漆黑。缺点是略微影响美观和使用便利，但对隐私极度敏感的人士而言，这点麻烦也许值得。更极端一点，如果你几乎不用前置镜头，干脆买个没有前摄像头的手机，如今少之又少，或者像某些黑客那样，自己动手拆除手机前摄模组。不过这就比较折腾了，不是一般用户的选项。提高安全意识，警惕可疑情境，平时多关注手机的各种异常现象。如果发现手机忽然变得特别烫、特别卡，电量狂掉、流量猛增，又找不到合理解释，那就要怀疑是否中了木马。这时可以启动安全扫描，必要时备份资料后回复出厂设定，彻底清除潜伏的恶意程式。还有，千万不要随便点击不明来历的邮件、附件、简讯连结，这是木马入侵的常见手法。当你的个资在各处平台都有所泄露时，也要提防突然出现的诈骗邮件，声称我们掌握了你的影片，然后向你勒索钱财。许多时候这不过是广撒网的诈骗，但如果你平时真的有被拍到，那就晚了。凡事小心在先，好过事后补救。此外，还要谨防身边人有机可乘。有些间谍软体，俗称手机监控 App， 并非黑客远程入侵，而是身边的配偶、亲友趁你手机解锁无防备时偷偷安装的，用于监视你的行踪与私生活。曾经就有许多案例，夫妻或情侣一方在对方手机上植入间谍程式，被害者长期毫无察觉，所有通话、讯息甚至镜头画面都被监看记录。因此，切勿随意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他人，公共场所给陌生人，借用手机更要提高警觉。
同时，请为手机设定强度高的解锁密码，并善用指纹、人脸等生物辨识锁定，避免别人轻易解锁你的装置。精简应用程式数量，手机里装的 App 越多，潜在漏洞也越多。一些人习惯安装大量软体，但很少使用，这其实增加了安全风险。每一个 App 都是一个入口，一旦其中某个存在漏洞或未及时更新，就可能成为攻击者的跳板。建议定期清理长期不用的应用，把不必要的软体卸载，将风险降到最低。也要避免为了一时好奇安装来历不明的小众 App， 这类软体往往安全性未经验证。把手机里的 App 维持在精简而必须的范围，不给木马可乘之机。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手机前置摄像头真的在偷窥你吗？或许你的手机很安全，并没有，但只要存在风险，我们就该主动把风险降到最低。现在就拿起手机，检查一下设定里的隐私权限，把那个不必要的摄像头开关关掉，该撤销的授权撤销。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也可以考虑养成使用暂时关闭摄像头、麦克风开关的习惯。在这个 AI 与大数据的时代，隐私保护是一场持久战。我们无法奢望100%的安全，但每一个小动作，例如关掉不必要的权限，都将大幅降低风险，让我们更接近安心。保护好隐私，从关掉一个小小的开关做起，为自己的数位生活筑起一道安全屏障。让我们不要活成被随时监视的真人秀。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不被窥探的角落，只要提高警觉，主动防范，我们就能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在科技时代也能从容地享受生活。